汉废帝昌邑王刘贺生卒年公元前92年7月25日，公元前59年，享年约33岁，身是汉武帝刘彻之孙，昌邑哀王刘伯之子。在位时间公元前74年7月18日如8月14日，仅27天，身份演变昌邑王，西汉第9位皇帝汉废帝，庶民海昏侯，历史定位西汉在位最短之皇帝，中国历史上极具争议的帝王之一。2. 身世背景与早年经历。刘贺出身于西汉最尊贵的皇族之系，其祖父汉武帝刘彻开创汉武盛世，祖母李夫人以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闻名于世。父亲刘伯为武帝第5子。天汉4年公元前97年，封昌邑王，都昌邑今山东巨野。刘伯于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去世，时年仅5岁的刘贺袭爵，成为第2代昌邑王。昌邑国地处黄河下游，土地肥沃，商业繁盛，为西汉重要诸侯国之一。刘贺生长于此，实载其聪慧敏悟，好游猎，喜声乐，性格较为活泼外向，不拘小节。值得注意的是，刘贺的启蒙教育相当完备。其师王氏为鲁师第3代传人，中尉王吉通韩师，郎中令公遂亦熟谙经术。这种教育背景为日后考古发现中大量儒家典籍的出土埋下伏笔。然而，作为远离长安政治中心的诸侯王，刘贺虽享富贵，却对朝廷内部霍光专权、外戚与权臣博弈的复杂格局缺乏深刻认知，这种政治天真成为其日后悲剧的重要伏笔。3. 意外登基。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4月，汉昭帝刘弗陵突然驾崩，年仅21岁，且无子嗣。西汉皇室面临前所未有的继承危机。当时实际掌握朝政大权的大司马大将军霍光，成为决定新君人选的关键人物。霍光选立刘贺，基于多重考量：血统正统性，刘贺为武帝亲孙，辈分合适，符合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宗法原则；政治可控性，刘贺年轻，时年18岁，长期居于地方，霍光推测其易于控制；权力平衡，避免选择年长诸侯王如广陵王刘胥可能带来的反制风险。于是，朝廷使者持节征召刘贺入京。据《汉书》记载，刘贺闻命即发，昼夜驰骋，表现出对皇位的热切期待，却也暴露其政治判断的轻率。刘贺抵长安即位后，试图迅速建立自己的权力班底，从昌邑带来就属200余人，欲安插于朝廷要职，频繁颁发诏令，持节召诸官属征发，试图绕过霍光，直接调度资源，在礼仪、人事等问题上与霍光集团产生摩擦。这些举动直接触动了以霍光为首的权臣集团核心利益，双方在短短20余日内展开激烈博弈，而政治经验不足的刘贺逐渐落入下风。《汉书·霍光传》记载，受袭以来27日，使者庞武持节召诸官属征发，凡1127事。霍光联合群臣，禀报上官太后，以行淫乱、危及社稷为由废黜刘贺。传统史书将刘贺描绘为荒淫无道、不守礼法、昏庸无能、滥用权力，平均每日犯42件过失，成为反面教材。当代学者普遍质疑1127事的真实性，时间逻辑矛盾，27日内完成1000余件过失，平均每日40余件，实难置信。罪名罗织特征多为不敬、失礼等主观判断，缺乏具体实证，政治动机明确。霍光虚为废帝行为寻求合法性，抹黑刘贺成为必要手段。北宋苏轼在史评中已提出质疑：关贺之所为，非大恶也，特年少不更事耳。现代学界更倾向认为，刘贺之罪在于急于夺权，威胁霍光专政，而非个人道德败坏。这是一场典型的权臣与皇帝之间的权力斗争。刘贺因政治手腕稚嫩而惨败。5. 贬谪于晚年。被废后，刘贺被遣返昌邑故地，昌邑国废除，改为山阳郡。刘贺虽保留故昌邑王名号，实则处于严密监视之下。山阳太守张敞封密诏，谨后赐其动静，定期向朝廷汇报。刘贺闭门不出，杜绝宾客，表现出极度的政治谨慎。汉宣帝刘询刘病已即位后，仍对这位前皇帝心存忌惮。元康3年，公元前63年，汉宣帝封刘贺为海昏侯，10亿4000户，命其前往豫章郡（今江西南昌）救国。此举表面为恩赐，实则为进一步远离政治中心。在海昏侯国，刘贺虽失帝位，但仍享列侯之尊，拥有独立封国、属官与军队，积累惊人财富。考古发现金器逾115公斤，五铢钱逾10吨。继续研读儒家经典，维持文化修养。神爵3年，公元前59年，刘贺在忧郁中去世，
结束了大起大落的一生。最新研究确认其死于夏秋之际。6. 考古发现2011年，南昌西郊大唐坪乡发现西汉列侯墓园，经考古确认即为海昏侯刘贺之墓。这是中国迄今保存最完整、结构最清晰、出土文物最丰富的西汉侯墓。以下为关键发现及其对刘贺形象的重估。墓中出土简牍5795枚，其中典籍类包括《诗经》全本约1200枚竹简，明确记载诗305篇，凡1076章，7274言，为迄今发现最完整的秦汉时期诗经实物。其论语含失传1800余年的知道篇，首次以实物形式重现。《礼记》《春秋》《孝经》以系统性儒家经典，体现刘贺对儒术的尊崇。驿站文献约200枚占卜类简牍，为前所未见的新类型。这些发现有力证明，刘贺并非不学无术之徒，而是受过系统儒家教育、具备相当文化底蕴的贵族。墓中出土的七一镜、孔子屏风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像，并附墨书生平简介。学者推测，刘贺每日更衣理容时面对孔子形象，实为一种自我关照与道德警醒，这与史书描绘的荒淫形象形成鲜明对比。金器与货币：马蹄金、林指金，金柄总重于115公斤，五铢钱堆积如山，反映西汉中期经济实力。礼乐器物符合周礼诸侯轩辕的三堵弦乐，体现刘贺对礼制的遵循。昌邑年款青铜器，带有昌邑2年、昌邑9年铭文，佐证其昌邑王时期的生活轨迹。2026年最新公布的海昏侯国除诏书木牍，长约25厘米，汉制尺1丈，书写格式规范，并有19位大臣署名。这是南方地区唯一发现的汉代诏书实物，为研究西汉政治制度、公文格式提供珍贵一手史料。最早钢制医用毫针，采用炒钢技术制作，证实西汉中期金属加工与医疗水平。纺织品遗存、漆纱、纹锦、经边带等无足纺织物，反映当时工艺水准与刘贺的生活品味。7. 历史评价：刘贺在位仅27天，未能施展任何政治抱负，成为权臣博弈的牺牲品。其政治判断失误、用人不当、急于夺权，确为事实。从统治成效而言，他无疑是失败的。考古发现促使学界重新审视刘贺文化修养，大量儒家典籍证明其受过良好教育，尊崇儒术。政治处境：面对霍光专权，年轻诸侯王难以抗衡，其夺权尝试虽失败，却非荒淫可概括。史书书写，胜利者霍光集团及汉宣帝朝廷为确立合法性，对刘贺进行系统性抹黑，形成成王败寇的历史叙事。刘贺的悲剧本质上是西汉中期皇权与权臣关系失衡的缩影。霍光专权反映外戚权臣模式对皇权的制约。刘贺的失败警示缺乏政治根基与经验的君主难以在复杂权力结构中立足。考古与文献的互证提醒我们审慎对待传统史书的定论，历史真相往往需要多维度还原。8. 结语：刘贺的一生如一面铜镜，既映照出西汉中期的政治风云，也提醒后人评价历史人物需超越成见，以实证为基，以同理为桥。随著简牍修复与研究的深入，预计2026年全面完成。这座地下图书馆必将继续解码汉代文明，为我们理解中国早期帝国的政治、文化与社会提供永不枯竭的灵感源泉。